这是迪迦前期最艰难的一场战斗，即使发射迪拉修姆光流也无法破防怪兽。然而这只铜墙铁壁怪兽的背后，却埋藏着人类最真挚的情感。怪兽本是宇宙中一道光的生命体，为了吸收正在木星轨道航行的吉普他3号太空船的能源，竟将整艘太空船变成了怪兽利加德隆。其中的3位宇航员同时成为了怪兽的一部分，而且3人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完全被其操控。为了寻求下一个能源，将目标对准了地球。同时，正在巡逻的大谷和星城也发现了下坠的不明物体。经过分析，不明物体降落的地点正是有着高纯度能源储备的设备基地。怪兽落地之后，便朝着能源而去。胜利队2架飞机赶到后进行攻击，但刮痧式的攻击无法阻止怪兽的脚步。只见怪兽在破坏外部设施后，开始吸取高纯度能源。为了守住能源储备箱，工作人员立马启动防卫控制系统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系统正是3位宇航员之一的将其博士所设计，根本无法对其产生任何牵制作用。在吸取完能源之后，怪兽便径直往天空飞去。就在同时，失踪的宇航员竟然出现在了家人的身边，人世间最纯粹的亲情，成为了3位宇航员最后的依托。通过怪兽的强大能量，将自己对于亲人的思念实体化。此时，胜利队从怪兽击落的残骸中也分析出，这正是吉普他3号太空船的部件。而野瑞也在江崎博士的私人电脑中寻找到了江崎博士遗留的讯息，他将太空船的遭遇告知了众人，众人也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。在这集也主要刻画了星城队员的性格发展，因为曾经经历过朋友在航空事故中丧生，也更加共情3位宇航员的遭遇，也同时隐喻了现实中的航天事故。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，7名宇航员不幸逝世，这背后代表的是7个家庭的破碎，但同时也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礼赞。虽然3人可能还有存活的可能，但是胜利队的职责便是保护地球不受恐怖宇宙怪兽的破坏。就在怪兽再次出现在发电站后，胜利队再次出发，坠机2人组也再次贡献了坠机名场面。大谷也借着星城昏迷之际变身迪迦，虽然迪迦比怪兽更具灵活，然而攻击并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，即使发射光线也无法破防怪兽，反而在怪兽的光线攻击下落于下风。迪迦随即变换成力量型继续战斗，但依然无法扭转战局，即使发射屡试不爽的迪拉修姆光流，也只是对怪兽造成轻微擦伤，反倒被怪兽2发能量光线把皮套都烧焦了。怪兽甚至在力量型强势的肉搏下，依然压制住了迪迦。迪迦已然亮起红灯，怪兽铜墙铁壁般的身躯成了迪迦前期最难以攻破的屏障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星城回想起此前3位宇航员的实体化，便让野瑞将吉普他3号的资料以及他们家属的照片传送到吉普他3号的电脑里面。就在迪迦陷入绝境之时，怪兽却突发异动，身体机能开始不断发生异常。上传的资料照片使宇航员的意识苏醒，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。即使肉体消亡，人性的意志仍能撕裂黑暗。再一次，作为人类生存下去，把怪兽的能源抢过来，夺取它储存的能源，用这能源攻击怪兽，把它击败。加油！此时怪兽体内分离出3道光芒，他们在博弈之下战胜了怪兽。随后迪迦恢复复合型后，发射在佩利敖光线收拾了残局，当了一回躺赢狗。夕阳西下，3位宇航员化作了光的生命体飞向了宇宙，再见了地球。这化光升空的浪漫结局，将悲剧升华为了对人性光辉以及探索精神的歌颂。我是小天，我们第5集再见。